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新加坡哪里好玩？我想来想去说，机场。每一个来新加坡的人肯定都有一张照片是机场的瀑布，而很多穷游大神更是把机场当成酒店，不仅省钱，环境还好，离市区也不远。所以我打算花2天1夜的时间来好好解锁一下这个连续好几年被誉为全世界最佳机场的新加坡樟宜机场。新加坡机场2天1日游正式开始。Hello，朋友们好，我是小林。现在我已经在新加坡的樟宜机场。这个机场可厉害了，它是连续很多年被评为全世界最好的机场。所以今天咱们要花2天1夜来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机场。刚才我是坐地铁到的，地铁直接是到了 T2航站楼。它看起来跟普通的机场平平无奇，对吧？先弄一辆小推车把行李放上去。第一个，这个机场的休息区特别多。第二个，他们好喜欢用地毯。来玩第一个项目，电子瀑布。新加坡人还真的是喜欢瀑布啊，各种瀑布的。当然来樟宜机场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巨型瀑布。不过现在已经11点半了，他们的瀑布已经关了，要等明天早上。我发现这个机场到处都是绿植，特别多绿色植物。新加坡退税都是有这种退税的自助机，老方便了，朋友们。据说刷一下护照就能退税，我来试试看。今天咱们不是买了2部手机吗？退一退税，只要拿着护照，只要刷护照就好，而且它还能够退款到支付宝。看一看中文。他会问你的东西在哪里？我放手提吧，手提行李。请扫描您的护照含有基本信息的页面朝下。下一页，请扫描支付宝的付款码。付款码？咦，正在验证2维码。哇，真方便啊！已批准，退税金额228。退税已进入你的账户，哇塞，太方便了！哦，到账了，朋友们，真太方便了，马上就到账了，瞬间，而且还可以用支付宝。坐穿梭巴士到 T1。哎呀，它这个穿梭巴士从凌晨5点一直到第2天的凌晨2点都有，也就是一天只有休息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要去星耀樟宜。几乎这个整个新加坡机场好玩的都集中在星耀樟宜，那个大瀑布也在星耀樟宜。它这个开放的时间是周一到周四的话是11点到晚上的10点，如果是周五、周六、周日的话是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就多了1个小时。其实我觉得新加坡最好玩的就是机场，看到有这个 JEWEL。就是星耀樟宜，然后这边会有一个瀑布的一个标志，我们过去看一看。不要这么晚了，已经12点了，还有没有开？它这里可以存包啊，看一下小东西，小东西是6新币，然后这个 cabin size 11新币，这个16新币，不知道我这个包要多少钱？16新币，how long? 24 hours。我们存一下吧，免得麻烦。离开了，咱们就奢侈一把。OK，cash。Oh, sorry, we got card. Only card? Yes, ma'am. 他们这边有好几个航空公司是可以提前值机的，但是呢，没有我们中国的。我买的是四川航空，四川航空你要好好反省一下，为什么这里没有你的名字？寄存完行李一身轻松啊！我准备先去找个地方休息休息，然后明天早上我们再出来玩。现在门都关了，这里的商场全部都关门了。机场咖啡的价格基本跟市区差不多，就是这个大瀑布啦，但是关了。哇塞，白天来看肯定很壮观，这个全是绿植。
这个机场真牛掰啊，好多地方都铺满了地毯。其实像这种地毯很适合睡觉，睡袋一铺是吧？又柔软。这大晚上的开的餐厅还真不少，还有兰州拉面呢。兰州拉面在这边卖好贵啊，朋友们，15.9新币。这貌似不是兰州拉面，这好像是日本的拉面。其实如果有睡袋的话，像这种地方都是非常好的，特别安静，知道吗？像这种灯光太亮了，不安静。你看这边就睡着一个大神了。下面是进入了海关以后的一个地方，这里面还灯火通明呢。为什么我不能提前值机？为什么？在里面休息的地方就多了，这里也挺安静的，但就是椅子不行。哇，大神都在这儿呢，这个位置可以啊。我找到了一个睡觉的地方，噔噔，这里。这个本来是一个小孩子的游乐场，再给你看看几位大神。我又来 T2了，因为觉得 T2这边的椅子比较舒服。它这种的可以半躺，诶，这搬不了吗？最后还是决定在 T2这边找个椅子，这种椅子躺一躺，哎，可以躺得了，还可以，不错，可以躺得了。还有充电口呢，但是人累了，到哪都能睡。好了，晚安啦，朋友们，明天早上我们再玩一玩这个机场。睡了4个小时，起来了，哇！这个机场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过，一直都是有人来人往，人来人往。昨天晚上睡得也没有太好，不断的会醒过来，因为要调整这个姿势，这个座椅睡得还是不太舒服。我们去找个员工餐厅，根据密集指示，在这个 T2的12号值机柜台旁边有一个手扶梯，先上去，上来就会看到员工餐厅的标志，然后根据箭头指示往这边走。你们也可以把我的视频保存下来，下一次作为秘籍。看到这个停车场不要慌，进来，往右走，往右走又看到了这个员工餐厅的标志，然后让我们上楼。这里是没有电梯的，要走这个楼梯，是不是非常的隐蔽？哎呀，推开这个门，就到了他们的员工食堂。我们吃一点咖椰吐司吧，简单来点早餐。这个员工餐厅啊，要比 T 那个还要大，而且来的人比较少。这个档口都还没开呢。看一下价格，哇，价格真美丽啊！哈，才3块8、5块，这个就跟市区的食阁价格一样的。这还有2种价格，一个是员工的价格，一个是对外的价格。在机场3.5新币整了一份咖椰吐司套餐。这个鸡蛋啊，要加点胡椒粉，这样比较好吃。来，再淋点酱油。我最爱的咖椰吐司。昨天晚上睡眠3小时7分钟，关键看这个睡眠质量，不断的醒过来。我研究了一下我算是搞明白了。这樟宜机场一共有4个航站楼 ，T1、T2、T3、T4。然后呢，这前面3个 T1、T2、T3，它是有小火车可以连的。23的小火车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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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的小火车直接是直线的，12的小火车也是直线的。然后在23的小火车呢，中间有一个商场，看到了吗？这个商场，23的小火车中间会穿过这个商场，然后不管你在入关前和入关后都是有小火车的。
有人说哦，它这个小火车是2节车厢，一节车厢呢是入关前，一节车厢是入关后。哎呀，还要吐槽一下，四川航空只能提前3个小时办理直机进去，很多游玩项目啊都在里面，都在入关后的里面。好了，今天早上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去星耀张仪打卡大瀑布，走路去 T1。你们看这个机场的建筑，好魔幻哦！哦，好好玩哦！里面像在走一个空中隧道。哎，其实不坐小火车，走过来也挺好玩。星耀张仪大圆球，小火车走到大瀑布这边来了，现在还没开。不过先看看这个周围的绿植，哎呦，好漂亮啊，朋友们！你敢想，这是在机场里面，在负2楼有一个超市，咱们来超市里面看一看，因为要买一点东西带回去。我研究了一下，就算在入海关之前也是可以退税的，而且是直接退。你们只要下载那个他们机场的专门的一个 APP， 然后买单的时候给他扫码扫一下，就直接按照免税的价格来购买了。松发肉骨茶的调料包，咸蛋黄泡面，这个呢是马来西亚的牌子，但是这个巧克力的造型却是新加坡的这个鱼尾狮。高粱盒回去，也是为了送人。这里有个咖椰酱，倒是不贵，4.43新币，但是这瓶子好重啊，他们就不会弄一个塑料瓶的吗？负2楼还有一个环境比较好的一个大时代。咱们来最后吃一个肉骨茶。你好，一位。你这边价格跟市区一样吗？一样的。一样的啊。哦，价格真的是一样的耶。肉骨茶来了，这个米饭和肉骨茶加起来12新币。昨天晚上在这边树下把烤鸭货冻坏了。这餐厅的风景也太好了吧！珍宝海鲜机场也有。这也不用预约，也不用排队。这个是辣椒螃蟹，30点经典招牌菜。这个是黑胡椒螃蟹。我为什么不在新加坡吃呢？你们看这幅图，咱福州也有啊！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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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的是瀑布的下面。居然有奈雪。Miniso， 刚才又买了一杯 Coconut， 他们这个价格跟市区都是一样的。哇，听说这个瀑布你在不同的层数看都是不同的效果，这个就是金沙酒店那个瀑布的放大版，这至少有它的10倍那么大。小火车穿过了疯狂动物城，这是一个位于2楼的观景台，最佳机位。这完全是把热带雨林搬到了机场里面来。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去坐小火车，然后穿过那个瀑布。这个小火车的速度瞬间变慢了。其实他们这里面啊，体验的项目很多，但是我们不能够一个个都体验过去，只能挑的比较好玩的玩一玩。
来 T3是坐大滑梯，我们先来换个票。每个人啊，如果下载了那个 APP， 有10次机会玩那个大滑梯。在这里换票，打开张营机场，然后这里有一个二维码。在这里 T3有个休息区，它是看电影的地方。这个电影院是24小时免费开放的，如果要过夜的话，就来这里就好了。这个是全世界最高的室内滑梯。那么现在来玩。本来很慢都冲不出去。哇，这个什么神奇的东西？好看，好像雨水形成的一支舞蹈。像这样的小花园啊，新加坡樟宜机场到处都是。还有人在睡觉，哥们儿，起来了，起来了，要误机了！哇，哎呦，这全部在室内啊！我怎么觉得我今天在这个机场里面像没见过世面一样，看啥都新奇。我们上5楼看看，5楼貌似是有一个大型的花园，我觉得可以不用去云雾森林了。樟宜机场就是个云雾森林啊，这个桥上面还会起雾，就跟云雾森林一样的。5楼也有一些餐厅啊，这些所有的都是在室内。这个温度啊是经过空调来调节的，我感觉稍微还是有一点热，温度大概在26、7度左右。拿回行李了，可以去值机了。然后我们过关之后再看一下吧，过关之后没有多少时间了。放好登机牌了，靠窗的位置。你们觉不觉得我现在说话有气无力的？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哇，好想睡觉，好困。但是我们还要进去玩一玩。朋友们，新加坡出关一场丝滑，你们知道吗？连刷护照都不要刷，直接刷脸就可以了。整个出关的过程，我觉得才2秒钟吧就出来了，太丝滑了，太厉害了。所以那边啊，办出关的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排队。里面啊，就是一大堆免税店，店特别多，所以不要急着在外面买，外面你可能就吃东西就可以了。我还是要惊叹，这个机场太神奇了，太美妙了。机场里面养鱼缸啊，但是啊，你们记住，在新加坡是不可以喂鱼的，喂鱼要被罚款500新，所以你们不要拿着面包在这边喂鱼。分分钟让你破产啊！这个是玻璃的，可以上去走哎。这已经被很多人踩过，所以不怎么透明了。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下面的鱼，还能模拟下雨呢。哦，下完雨之后鱼出来了，哎，这就好像我们置身于海底，然后看海面上的世界。在入关之后也是有小火车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这几个航站楼之间穿梭都非常的便利。这个机场跟其他机场的顺序不太一样，其他机场是先安检再入海关，这个机场是先过海关，然后再登机口安检。这个茶叶品牌是新加坡非常出名的茶叶品牌，它是一盒15包，卖27新币，那折合1包是2新币左右。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布的茶包，不是用那种纸的茶包。传说的咖啡中的爱马仕，味道还可以，挺香的。他们在机场里面建了一个蝴蝶园，我待会儿来看看。弄了一个蝴蝶园，你敢信？这个机场特别有创意吧？我觉得他们最早肯定是想建一个动物园，然后觉得动物太大太庞大了，于是决定改成蝴蝶。从毛毛虫变到蝴蝶是需要结蛹这个过程。这个就是蝴蝶留下来的蛹。今天是我这辈子看蝴蝶最多的一天，把剩下没花了的新加坡币换成人民币。500了，那你给我95块7啊，啊，给你好的500了，好的。
1、2、3、4、5。朋友们，你们看我跑得满头都是汗，从 T3跑过来，倒数第2个登机，后面还有一个呢，我不是最慢的。好了，登机了。朋友们，晚1分钟就赶不上了。他们晚1分钟，他们就要寻找我的包了，把我的包拎出来。每次都是这么极限的时刻，但是跑过来之后，前面还排队呢。到成都啦！终于回国了，流浪了半年，终于回国了。已经到成都了，但是我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温度。成都现在11度，这下要冷惨了。完了！夏天出发，归来已是冬天。哇，还好机场里面是有暖气的，还能撑得住。我今天晚上本来还想出去吃火锅，就这情景，怎么出去吃火锅？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看一下中国的机场。正好呢，我这次是在成都天府机场转机，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将要去体验天府机场给我们提供的免费住宿。我查了一下，那个酒店在网上卖的话都要卖到500-600人民币一天。我看到了一个这个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我之前听说过有外国人到中国各种不方便，对于我们来讲特别方便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是各种困难。换好衣服了，我现在其实特别困，但是我真的很想去吃一个火锅。今天飞机上面的飞机餐带着点火锅味，太好吃了。这个是成都天府机场的到达大厅，现在去坐接驳车，我要去酒店的接驳车。接驳的大巴，这个酒店哦是免费的，只要是国际中转，就是国际航班接国内航班，都可以有免费的这样的一个酒店服务。我知道机场附近有一个火锅街，我们一会儿去探一探。来，进去看看。成都天府机场中转免费住宿，来看看卫生间。妥妥的大干湿分离，大床，休息的地方，工作的地方，就简单的一些水、茶，毛巾很干净，可以。体重计，这火锅会开到凌晨2点，现在是11点，吃个火锅还有人来接。你好，到喽，朋友们，老板特意开车来接我。这个是在机场附近的一个小镇上面，这边有好多好吃的。其实锅底不便宜，48，但是巨大，其实适合2个人过来吃。好饿了，跟你们说一个火锅的极品，脑花。这个是外国人不敢吃，但是中国人觉得是美味的东西。搞个料碟，加入大量的香油，就这么放。可能很多中国的朋友都知道，外国的朋友不太知道这些。哇，火锅第2绝毛肚，千层肚没了，咱们可以吃毛肚。好吗？你们2点吃完了吗？非常嫩的鸭血。我想火锅好吃的很多食材啊，外国人是不吃的。刚刚忘记给大家照个全家福了，已经很多东西都已经下完了。这个就是脑花，它就好像在吃肉味的奶酪。吃了219，朋友们，今天回家喽！噔，流浪了半年，终于回家了。中转住宿它包含是免费的接送，这个是接送机的时间表。这个是成都天府机场的国内出发，这个第一个是防暴检查，到机场里面来了，先自助值机。哎，这里3不3啊，这边也可以托运。点1。
到福州。对，行李进去了之后呢，还需要在这边等待3分钟，看一下有没有行李异常。中国的机场啊，就是要比其他地方机场检查更加严格一点，安检耗时20分钟。这一点我觉得樟宜机场的它的安检啊特别迅速，特别快，而且在新加坡樟宜机场那边是不用把充电宝掏出来的。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样子也好吧，就是为了我们安全考虑。相对来讲，国内的机场吃的会少很多，比樟宜机场吃的很有限，而且呢，这边的价格都会比较高一点。晚上过夜啊，就可以在这边休息了。像提供这些中转免费住宿的机场啊，在国内有非常多。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顺便查一查。卫生间没有樟宜机场大，樟宜机场有这个3倍大。点棒棒鸡回去，这一份多少钱35块钱有。机场有这种充电办公的位置，这个用来晚上休息也不错，它是软的。这里看来也很舒服哎，买了一杯咖啡灌在里面了，冰美式。牛肉贝果这个是我的早餐加午餐，冰美式是23，牛肉贝果是29，这价格可比新加坡香很多啊。登机。到家了，各位，到家了，现在到家。我知道视频前面很多人可能在期待着陈姐的到来，但是很遗憾，今天陈姐没有来机场接我，她在家里给我做了好吃的。环球旅行第14国已经结束，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15国见》，拜拜啦。